老板，你也加班呀？对，在加班呢。反正我回家呢也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你呢？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没给你发加班费啊。我勤能补拙呗。我真该为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感到高兴。只要不是为我这样的员工感到伤心就好。其实人的这一生啊，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去承担不同的结果。有些事情啊，没必要放在心上。现在已经挺晚的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哦，不用，我还得去找星座。Cindy，他这个时候应该不太想看到你。我要当面把这个文件给他。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哦。如果你一定要去见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但结果你不一定满意，还去吗？去。喂，老李，10分钟后来楼下接我。老板，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呀？你是不是没有中国的驾照？哎，先走在那儿。怎么，没想到啊？原来辛总私底下是这样子啊！他还有更厉害的。哎，辛总，什么事儿啊？我把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做好了。什么？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我做好了，您要不看一下？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工作，上班再说吧。你加班，我一点都不想表扬你。当然，这是你的自由，可是我觉得很蠢。这太吵了，我们出去吧。走。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也能回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这么晚可没有公交车啊？我打车回去啊。哼，你舍得打车啊？陈总，我在你心中这么抠呢。明天见。晚安。晚安。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成。我自己给人挂了，我以为你在忙，所以不敢给你打电话。来来来，起来，起来。
啤酒和白酒混着一块喝，我胃都快吐出来了。幸好把合同签了。辛苦了。只要需要你的时候，能听听你的声音和看见你的人，就一点都不辛苦。还难受吗？不难受，你放心吧。想想啊，你迟早有一天，我妈一定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我一定要向她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能经过各种磨难。怎么那么肯定啊？因为我奶奶当初也不同意我妈和我爸在一起啊，最后还不是在一块儿。真的？我外公外婆是农民，我妈也没上过大学，我爸出生在大城市，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最后还成了公务员。在他们26岁那年，不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反对，私自偷拿了家里户口本，然后登记结婚了，最后，生出了你未来老公。你说我妈也经历过这一遭，她怎么变得跟我奶奶以前一模一样？不过我相信她肯定会想明白的。他们当时都不屈服，我是他们儿子，我怎么可能屈服？娇娇，你不相信啊？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我要跟你一起努力。娇娇，我妈肯定认为我进公司都是因为你现在走了，他们肯定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这一次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是认认真真的想好好工作的。小小，你说你妈会不会也不喜欢我？你都没跟我说过你妈，她是什么样一个人？她会喜欢我吗？他会喜欢你。真的吗？我到时候见到你妈，我带好多的礼物，我还带她去体检，看她身体怎么样。我还要带她去玩，你去旅游。我对我妈没时间不早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你今天晚上就在这睡吧。我睡哪儿？沙发。我去洗脸了。你妈妈的事情，你跟她讲过吗？沈侯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们两个要走到一块儿，注定了是不幸的，你们会非常痛苦的。我是过来人，我说的话你懂吗？东风，怎么又是8条？碰！哎呀，碰！你逮什么碰什么？哎呀，你不要手气不好就怪我嘛！你是不是找茬吗你？阿才，这都是啊，他前面不碰，现在碰了。他输钱啊？不说好了今天不玩钱的嘛？哎呦，这打麻将不玩钱有啥意思啊？
哎呀，哎，上次说好的不来钱的，今天不来钱啊，认真打。不完全随便来，该你该你，随便打，不完全随便打。小王啊，你那个投资平台最近有收益吗？有啊，不是说投资越大收益越高吗？对啊，我那4万块钱能收多少？这大项目肯定要放长线的呀，收益哪有那么快啊？你有点耐心好不好？我这不是问问吗？那钱也是跟朋友借的，朋友最近有点急用，要我还呢。大哥，什么事啊？跟你们没关系，别多管闲事。你们干嘛？闭嘴！刘清芳对吧？欠我们的16万，什么时候给16万？怎么会这么多啊？哎，姐，你刚才说你那朋友，就是他们呀？你们先玩吧，我还有点事情。早安，小陈。早安。早安，来了。走。杨小晨，你昨天晚上不会是去……下次带我一个。好，下次带你一个。你不会昨天晚上都在公司加班吧？对啊。你不知道 Cindy 最讨厌员工加班吗？我为什么会讨厌员工加班呀？我告诉你啊 ，Cindy 最反感的就是在公司瞎耗时间，在她眼里这就是无能的表现。我之所以主动要求调到 Cindy 这一组，就是因为我知道她从来不要求员工加班。你这些事儿都没调查清楚，我以后怎么问？喂，田阿姨。小陈啊，大事不好了！妈又出什么事儿了？你妈妈呀，她欠了高利贷，催债的都已经找上门了，把你妈妈从那个麻将馆一路拉回家，还把你家里弄得一团乱。我知道了。啊？你知道了？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啊？你妈妈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哎，你家里已经被人翻了个遍了。高利贷的说了，再给你们家2天时间，你妈妈要是再还不上钱，就要剁了她的手指头。哎，我妈欠了多少钱？好像有16万呢。行，我知道了，田阿姨，您帮我现在照顾好我妈，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哦，好。谢谢啊。天哪，16万！怎么了，小陈？没事。哎，一会儿我得出去一趟，一会儿辛迪来了，你帮我跟他请个假。好。谢谢。这又怎么了？早安。
他这是下班了？你刚跟我说什么？没事，走吧。嗨，小肖，你怎么来了？沈侯他在公司吗？在，怎么？他今天没去卖场啊？没去，本来说是要去的，但是昨天晚上跟客户签约，把自己给喝大了，现在在刘总办公室躺着呢。谢谢，我去看看他。嗯。这在办公室的是小沈吗？躺在办公室睡觉。哎，你别说了，最近他好像转性了，啊？跑业务跑得特别积极，都快成劳模了。在你看来，作为一个销售业务员，这是必经之路。可是对沈侯就不一样，他不需要经历这些来证明和改变自己，他是一个管理者。他这么做就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作践自己。上一季度所有投资案的资料以及相应的分析总结都已经发放到大家手里了，所以下面有请李辉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好，仙姐。是这样，大家手上拿到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部门在上一季度针对我们的互联网领域还有共享经济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包含在小黄单车还有橘子共享充电宝上，一共是13家的企业已经被我们拉到了我们团队里面。所以现在，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继续。好，一共是13家的生产团队，喂，有8家的合同我们已经是主持人吗？剩下5家我们还在。是，出了点事儿。年年欠人家16万块钱，人家追上门了，脑袋挺大的，我就正打算过去看看呢。希望大家一块开心，对不对？那么这一次的，你先别着急过去，我想想办法。好，那就这样。那我们非常有信心把这一次项目做好。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还有这些，包括合同方面的东西。郑总，继续 ，OK。那其实我们眼下这个区块链也是非常非常热门。那前段时间已经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那后续会发送给大家。那以上就是今天报告。看来程总对我们上一季度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啊。上一季度成绩不错啊。今天下午茶我和程总请客。谢程总，谢程总。那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
我有点时间出去一下，后面就辛苦你了啊。那下午茶我请。谢谢老师。那我们饭吧。你直接发我邮箱就行，直接发我邮箱，然后把客户那边的资料给发给你啊。有需要打电话吗？喂，魏彤。喂，小陈。你现在手里有不用的钱吗？能不能借我点儿？你要借多少都给你啊。有点多啊。16万。16万？你确定你说的是16万吗？我确定。着急吗？急。我想说，你要不急的话，我想办法帮你凑凑。但你也知道我没工作呢，所以我那点存款还不够你要的1/10呢。小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那你跟沈侯说了吗？我不想让他知道。哦，我明白了。那你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但我不太确定我能帮得上你。好，谢谢啊。没想到你平时不怎么找我，一找我就这么大的事儿。跟你开玩笑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好，麻烦你了。拜拜。陈总，我本来说下来买一杯咖啡，看到有一个背影跟你很像，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你。我现在发现，你说的都是对的。什么？就是生活中的苦涩，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无法避免，就学会去品尝它。这句话其实还有下文，你想知道吗？只有品尝过苦涩之后，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真正美好。意思是，如果你想抵达顺境，必须先在逆境中经过一番锤炼。这算是鸡汤吗？怎么了？是感情出了问题，还是家里出事儿了？能让你这个工作狂翘班的事儿，一定是大事儿。能在你身上发生的大事儿，也就那么几件，并不难猜。我现在非常需要钱。需要多少？16万。是家里的事儿。找沈侯了吗？沈侯他现在也刚工作，他自己肯定没那么多钱。我要是找他，他肯定会去找他妈妈要。那如果他去找他妈妈，那这不就印证了他妈妈的话吗？我可不想认输。看来你还是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你脑子里面现在的输赢啊，还是取决于沈侯妈妈那天对你说的话，还是取决于你是否会拖累沈侯。但真正的输赢不在这里。你跟沈侯是来自2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当这两个世界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对彼此造成影响，无法调和的现实差距会形成阴影，而你们之间相互包容的决心，就是能够照亮阴影的光。到底是黑暗遮住了光明，还是光明照亮了黑暗？这得看光明有多强大。所以说，沈侯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你现在说这些都太抽象了，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现在比较关心我能从哪儿弄到16万。那如果我说我可以借给你呢？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恰好有钱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问我拿这16万是要去干什么，你就说借就借啊？这么信任我啊？现在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吧？能让员工心无旁骛地认真工作，应该是我这个老板的部分义务吧？可是雇佣关系只是暂时的，你就不怕我跑了吗？你可别忘了，我可知道你家在哪儿。除非你一辈子不回去，否则我迟早找到你。那我不会拖到让你要去上门要债的。我现在税后的工资是8600，如果按分期付款的方式，你每个月扣5000，这样3年我就能还清。你连还账的方式都想得这么细致，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过我想你根本用不到3年才能够还清。你现在不是在负责日新科技的项目分析吗？如果合同顺利签成，你有提成可以拿，到了年底还有年终奖，算下来应该有6位数字。其实16万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赚钱那么容易吗？我既认可你的能力，也对我自己的公司有信心。有这么自信的老板，好像还钱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就当是我提前对你工作的鼓励吧。谢谢陈总，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对我的信任。好了，时间都拖了这么久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要再不回去工作的话，我可真要扣你工资了。好，你不是要去买咖啡？是。好了，老板您过目。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东西了。虽然古老，但是有效。我先出去了。等一下，那，你就这么出去的话，公司的人还以为我让你签什么卖身契呢。有客人啊？那我要不要敲下门？你什么时候敲过门啊？我先出去了。哎，等一下，这杯咖啡给你的。志远，你又喝咖啡？你是不是还吃冰激凌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这样会胃疼啊？你每次胃疼都要我给你拿胃药，你胃疼我也心疼啊！快，把胃药给吃了，这水也差不多正好。没事，我胃不疼。爱吃不吃？妈，16万已经转到你卡里了，看到立刻联系我。严小晨，不是你去哪儿了？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走的这段时间可得到了 Cindy 姐的关节垂血。你没帮我请假？哎，我请了，我能不请吗？开会之前我就请了。哎，她表现的特别无所谓，头都没抬。啊，知道了，开会。
结果会开到一半，不知道怎么回事，陈总突然走了。会议结束，他又来问我，知道严小成为什么请假吗？我怎么说？你是不是跟陈总？啊？胡说八道什么呀？哎呀，开玩笑，别那么认真嘛。就是不知道 Cindy 姐为什么会这么针对你。没什么针不针对的，有个严厉的上司是个好事儿。哎，看你刚来，怕你踩雷。友情提示啊 ，Cindy 姐和陈总关系特殊。有多特殊啊？据说啊 ，Cindy 姐和陈总他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陈总在国外创业 ，Cindy 姐就陪着他一步一步把 DH 建立了。但是1年前，陈总突然把公司的所有业务全部调回了国内 ，Cindy 姐跟着他一起回来了。这么算起来，他跟着陈总的时间比乔总还长。你别看乔总职位比 Cindy 姐要高，他见到 Cindy 姐也是要借他3分的。为什么不签字？这个不合适。这个去年我们必须签。哎，还有个内幕消息 ，Cindy 姐和陈总对外都声称自己单身，但是 Cindy 姐不但知道陈总家的家门密码，还经常留宿在陈总家。所以，种种迹象表明，Cindy 姐和陈总就是传说中的办公室地下恋情。地下恋情怎么了？他俩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吗？陈总可能是想避嫌吧。你想，公司人多口杂，多麻烦。Cindy 姐也不求名分，就想安安静静的待在陈总身边。哎呀，这么一想，魔女也是挺不容易的呢。耀晨，你是不是还知道点别的？我能知道什么？哎呦，快说快说快说！哎呀，快说嘛！我求你了，大哥，我现在脑子乱得一塌糊涂的，你还在这儿来跟我八卦，能不能消停会儿？就是开个玩笑嘛，那么认真干嘛？赶紧工作。告辞。你别管了。沈红，沈红，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啊，你怎么来了？胡总，你们先聊，我去财务这拿这个月报表。你去忙吧。哎，妈，那个我不是故意偷懒，我是昨天跟刘叔说一谈项目，我实在太累了。我知道啊。哎呀，妈没有怪你的意思，妈是心疼你。你刘叔啊，背后没少夸你。你要是累的话，再躺会儿吧。妈，我肯定会努力工作的。所以你那天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别忘了。哎呦，妈正要跟你说说严小晨这个人呢。啊，来，你坐。哎呀，傻孩子，你对他这么掏心掏肺的，你觉得值吗？当然知道了。妈，你什么意思啊？哎呀，听你这么说吧啊，
前2天呢，我刚巧到了严小晨工作的楼下，碰见他了啊，正好看见他跟他们老板叫程志远啊，说还认识你。你说他们挺大的公司，为什么会雇佣一个既没有文凭也没有工作经验的小女孩呢？啊，我看到他跟他老板在一起的感觉，2个人的关系不一般。孩子，他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懂吗？妈，我看不是碰巧吧？你是不是找严小晨了？你跟他说了些什么？我跟他说些什么？哦，那我也要问你了，他跟你说了些我什么？哼，他不会蠢到在背后挑拨我们母子关系吧？我跟你说什么？妈，你怎么能这么想？我都跟你说过了，小小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清楚。你妈我活到现在，我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哎呀，你呀，真是被他下了蛊了。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我表明我的决心，你就答应我跟小小在一起了吗？没错，之前啊，我是想答应你的，可是，并不代表天天让你夜不归宿，住到他那里去啊！啊，你所谓的努力工作，就是陪着客户天天喝大酒，结果呢，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就跑到你刘叔这儿补觉。你拿这儿当什么？想睡就睡，想来就来。你说说，你这样下去能撑多久？身体都先搞垮了。所以啊，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改主意了。从今往后，你不要去销售部跑什么业务了，回到总部，跟我学管理。反正公司以后也是要交给你来管。妈，说好的事情，你怎么能反悔呢？妈，你堂堂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你说话怎么能不讲信用呢？这要传出去话，别人会怎么想您啊？哎呦，你这天天跟严小晨在一起，别的没学会，学会给你妈扣大帽子了是吧？好，那我就以公司大老板的立场来告诉你，严小晨这样的人，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他在人品上都有问题。这是什么呀？你看啊，这是朱棣给我的，严小晨入公司以来的报销单，上面充满了弄虚作假。铁的事实面前，你还有话讲吗？妈，这些话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话。朱棣说的话你就这么相信，那我呢？他能比我更了解小小吗？况且这些报销单随意修改都行了，这能证明什么呀，妈？我以为你懂我，我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可是现在呢？我告诉你，我依然坚持我的想法，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和小小分开的。好啊，那我也表明我们的立场，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你跟他在一起，否则的话，怎么样？把我赶出公司？妈，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想来过。尊敬的侯女士，我郑重的通知你，我不干了。沈恒，我要提醒你，人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你呀，不要为你冲动下做出的决定后悔终身。妈，我发誓，我不仅不会后悔，我要证明给你看，没有你，我会活下去，我还会活得更好。你。
这不是你爸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哟，转性了。不是你买那么多酒干嘛呀？我心情不好，陪我喝点。大白天你喝什么酒？再说你都谈恋爱了，心情不好找嫂子去找我干嘛？上班呢。况且这事儿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什么事儿？我辞职了。啊？那你妈那儿……别跟我提我妈。哎呀，我还以为你跟她苦尽甘来了呢，哪成想你俩这么点儿背，谈个恋爱还得先解决家庭矛盾。哎，你说这事儿我该怎么跟小小说？实话实说，你是因为他才跟你妈闹掰的，对不对？这事儿多帅啊！啊，说不定嫂子一感动，咵嚓再给你生个小猴子。去你！不过猴子，我得提醒你2句啊。你这现在你没了工作，又跟家里闹掰了，你得小心点儿。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之前提醒你的那个意思。你想啊，就算嫂子对你情比金坚，但是她现在在程志远的公司上班啊，你架不住她虎视眈眈吧？你给我闭嘴啊！别瞎掰啊！反正我提醒你了啊。小小，想我了吗？进来吧。小小，你收拾行李干嘛？你不会又要不告而别吧？我要不告而别，我会就只收拾这几件。那还不是因为你上次突然消失了，我都有后遗症了。你收拾衣服干嘛？出差啊？我得回家一趟。回家我陪你去啊。不用了，你还得工作，老请假也不太好。小小，我辞职了。事情就是这样，小小，我妈要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你可千万别理她。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你确定你不回去了？我要是还待在公司，拿着公司的工资，我就还是我妈的空瓶。工作嘛，大不了再找。我发现我对于跑销售还挺有天赋的，再熬个1-2年，赚足了本金，到时候我干脆自己创业，拉着雨辰一块干。小小，你别担心啊，我真的想清楚了。工作有很多，但是你只有一个。我要是把你弄丢了，我上哪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啊？所以，我希望你支持我的这次决定。你知道，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你都不知道，我在来找你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直到我见到你，我突然就有了勇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突然发现，
我们之间应该最纯粹、最真实，不带有一丝丝隐瞒。我明天回老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真的？如果你不想去也没关系。愿意啊，我行李都带来了，说走就走。我们家可比不上这儿，吃的和住的可能都不是很好，而且我妈脾气也不太好。小小，我既然说了要跟你一块儿回老家，我就做好了面对任何事情的准备。好，买菜去。叔叔，你们下棋呢？周阿姨好。哎，孙阿姨。哎呦，回来了。叔叔啊，回来了，小陈。周阿姨好。哦，好好好，挺好的。哎。小小，妈，你等我一下啊。哦。妈，你谁呀？你怎么跑我家来了？要债的？啊！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是贼吧？不是贼，不是贼呀！这不是贼，这不是贼，这不是贼，自己人，妈，自己人妈。我大学同学。这是什么同学？妈，嘿嘿，妈，嘿。妈，你刚上哪儿去了？我上派出所录口供去了。啊？口供？什么口供？那帮人找麻烦来了。你不会是还没还钱吧？一大早就找上门来了。刘金芳，出来还钱！刘金芳，刘金芳，吵什么吵？哎，一大清早你们还让人睡觉？干嘛咋呼呼的？不是进去！这讨债的，又找着什么人了？跟这人家进去！刘金芳，还钱的日子到了啊！你再不还钱，别怪我不客气。把字写上。臭流氓！我跟你说，臭流氓！臭流氓！臭流氓！敢在我家门口刷漆，你要死啊你们！要钱没有？来，有本事把我手剁了！你太嚣张了吧！刘金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现在已经到了还钱的日子了。你要是再不还钱，小心我拆了你的房子！哼，好，好啊！来，对公安局是个证据。来，我把110拨好了，就差这么一按了。来来来，刘清芳，去把这女人手机给我抢过来。去呀！你有种啊，刘清芳！你给我等着，害我回来了！快走！什么呢？我电话还没拨出去呢，警察就来了。你说，该着这3个坏人被抓起来。啊，对，我就还了4万块钱，剩下12万都在这里头。不是，到底什么情况啊，妈？还有小小，
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你谁呀？一口一个妈叫着，我怎么不记得有你那么个儿子？啊，妈，你好，不是，阿姨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侯，三点水那个沈，王侯将相的侯，妈，他是我男朋友。阿姨，折腾了一早上了，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啊？我是饿着呢，可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啊，没有吃的啊？那我们可以给您去买点儿。啊，我俩去菜市场给你买点回来做。啊，对，阿姨，我们先走了。不是，到底怎么回事？你妈从哪儿借的钱啊？欠的高利贷。啊？那怎么不早点报警呢？我当时就是怕我妈会出事儿，也就没想那么多。问谁借的钱？我找陈志远借的钱。程志远，你为什么不找我啊？我找你，你一时半会儿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吗？你不还是得找你妈吗？我可以找雨神。哎，我就算是找陈志远借钱又怎么了？又不是不还他。那你怎么还？我现在还有1万多的存款，再加上我每个月的工资从工资里扣。要不这样，别从你工资里扣了，这4万块钱我帮你还了。不要，你不许去找你妈要钱。放心吧，不会。现在我跟我妈的关系，你觉得我跟她要，她会给吗？小小，咱们买些什么呀？现在，哎，买菜来。这现在怎么卖？3块2。3块2啊？能便宜点吗？你这现在不太新鲜。哎，瞧你年纪轻轻的，还挺会还价的。行，要不给3块吧。3块啊，好。哎，对了，你妈为什么会欠高利贷？我还没问你。打麻将又输钱了吧？没想到啊。哎，你到底买不买啊？别杵在这儿啊，影响我做生意。谢谢啊。买菜吗？这个多少钱一斤啊？这个8块。哈，买了好多。哎，小陈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你回过家了吗？你妈妈那边怎么样了？早上那帮放高利贷的又找上门来了，得亏有人匿名报了警，把他们都给抓了起来。我妈把那4万块钱也给还了，还录了口供才回来的。这次真是有惊无险的。那就好，那就好。哎，田阿姨，我妈她借高利贷，是打麻将又输钱了吗？哦，不是的，她最近打麻将都已经不玩钱了。你妈没跟你说啊？没有。哎，她是被一个牌友给坑的。那个人呢，是最近才开始跟我们打麻将的，每一次都会请我们喝点茶什么的。反正出手挺大方，好像挺有钱。那你妈妈一打听啊，知道那个人的钱是在什么投资平台上面赚到的。那个人看到你妈动心了，就怂恿她也投钱进去，说是可以帮她操作。哎，什么投资平台，那都是诈骗，到时候他们就卷钱跑了。你妈妈一开始小投了一笔，可是很快利润就翻倍了，她就觉得应该多投多赚，所以就想到问我们借钱。可是我的钱都不在我自己手里，我实在是帮不上忙，所以她才想到借高利贷的。可没想到那个什么平台是骗人的，你妈妈从高利贷那边借的4万块钱，在那个什么平台里面1毛钱都没拿回来，结果高利贷那边反而利滚利变成了16万，所以那帮人才上门催债的呀。哎，我妈她老相信这种不劳而获的事儿，得亏这次是运气好，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小陈啊，你也别怪你妈妈了啊，都是为人父母的，她的心情啊我懂，她
他想多赚点钱呢，其实是想帮你减轻一点负担。他有一次跟我讲过的，他说你一个人在上海这种大城市生活很辛苦，挣点钱不容易的。小小，你就别怪你妈了，你妈挺单纯的。好好劝劝你妈啊。那我先走了啊。阿姨，再见啊。哟，妈，阿姨，你帮我妈。阿姨擦门呢。哎，哦。阿姨，您坐，坐，椅子，对，我来，啊，慢点，别溅一身。没事。哎，你没事，这儿有。啊有啊，我帮你打。不用。干嘛呀？没事。我来。要干什么呀？哎呀，那个，这个干嘛使的？擦门去吧。啊，吃的。啊，吃的，吃的肯定很好吃哈。阿姨，那您先休息啊。阿姨，那我门一会儿就干净了啊。让地方，你这笨手笨脚的，去把桌子腾出来。那你来吧。阿姨，您这手法啊，都赶上5星级酒店大厨的标准啊！拿个盘子来。哎，好嘞。阿姨，盘子。拿个大点的行不行啊？哎，好嘞。阿姨，大盘子。行，放那。妈，你当心手啊，我出去了。葱姜蒜，葱姜蒜啊，葱姜蒜，快！蒜。你小心点手。你们两个，哎，不要那个，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8个多月了。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大学同学，天天都能见到。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啊？阿姨，我暂时还没有工作，不过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您放心，我到时候肯定会照顾好小小的。小小这2个字，是他让你叫的？我给他起了外号。这是他爸给他起的小名儿。不是，阿姨，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撒谎，我真的给他起的。
那你看上小小什么了？他呀，那太多了。总之，他优秀，哪都优秀。啊，您可能不知道，小小在学校里啊，年年都拿奖学金，学校的教授直接给他保研。您知道这机会有多珍贵吗？但是小小呢，说不要就不要了，厉害吧？学校里的同学对他就是羡慕嫉妒恨。哎呦，还有，他在公司里啊，每次都受到领导的表扬，而且他一进公司就给公司签了一大笔合同，厉害。他这么优秀，你又没工作，拿什么养活他呀？阿姨，虽然我现在没工作，但是为了小小，我肯吃苦的。他只要开心了，我做什么都愿意。好了，你去吧。那您不要帮忙了。没事了。那我先出去了，您有事随时叫我。好。好嘞。哎，虎妈脾气挺好的。这也太香了！你快动筷子吧，我等不及了。哎，谢谢妈。叫阿姨。哎，谢阿姨。不用了，我自己来。你不最爱喝鱼汤吗？不用了。太好吃了，你们就不想说点什么吗？是不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您不好意思？哎，没事，说吧。我可就说了啊，那16万是从哪儿来的？我找朋友借的呀。你有什么朋友这么大方，一下借你这么多钱？不是，妈，你到底想说啥？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明白。在上海那样的大地方，接触朋友，谁知道你接触的什么3教9流？妈呀！吃菜。阿姨，这个真的，我可以替小小作证。